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。因为粉丝要求，今天给大家聊一下神奇宝贝历代女主们小时候的趣事吧。首先是小霞，大家都知道小霞非常喜欢水系神奇宝贝，却唯独对暴鲤龙心生恐惧。其实小时候的小霞也是不抗拒暴鲤龙的，只是因为那次小霞傻乎乎的爬到了暴鲤龙的嘴里，然后被喷了出来。这件事情给了小霞很大的阴影，至此小霞便再也不敢碰暴鲤龙了。直到与小智旅行结束，再次回到华安道馆时，因为一次契机，使得小霞不得不正面面对暴鲤龙的问题。后来她舍身保护暴鲤龙，暴鲤龙由此被小霞感动，从此便忠心的成为了小霞的神奇宝贝。再来说说小瑶吧，小瑶从小的家庭环境就比较好，父亲还是当地有名的道馆训练家。然小瑶刚开始的时候却是抗拒神奇宝贝的，这一切的原因都归咎于小时候那一次，小瑶去海边游泳，身边却突然出现了许多玛瑙水母。小瑶向父母求救，然而她的妈妈却智障般的对自己的女儿扔精灵球，因此小瑶刚开始不喜欢当神奇宝贝训练家，直到遇见了小智，还有他的宿命劲敌小顺，她才喜欢上神奇宝贝。值得一说的是，在一次华丽大赛上，哈迪为了报复小瑶，从小顺那里套到了小瑶小时候的遭遇，他将一切都录了下来。在正式比赛时，哈迪本来占下风，于是他就将这一段给播了出来，搞得小瑶一度崩溃。还有小瑶最后还是克服了这点，从而打败了哈利。然后是小光，小光有一个外号叫做闪光，这个外号第一次是由小光的竹马剑雾告诉小智一伙的。小光小时候由于不了解正电拍拍和负电拍拍的特性，擅自触碰它们，于是头发就被电到发光了，闪光的外号也由此而来。后来小光遇到了他的劲敌乌拉拉，他手里面刚好就有正电拍拍和负电拍拍。在一次训练中，小光不小心中了正电拍拍和负电拍的电击，这使得小光想起了往事，晕了过去。醒来后，小光告诉小智这一切的缘由，然而这也被乌拉拉听到了。于是，在正式的比赛上，乌拉拉特地让正电拍拍和负电拍拍对小光的头发电击，小光果然又陷入了崩溃状态。但这次在火球术和象牙珠的鼓励下，小光终于振作了起来，由此便再次打败了乌拉拉。至于爱丽丝，爱丽丝从小就是个野性的少女，因为一次和罗丁地鼠结缘，他们成为了朋友。初出茅庐的爱丽丝凭借着她打败了许多训练家，后来罗丁地鼠进化成龙头地鼠，爱丽丝便自信地向农之大师夏卡发起了挑战，但自然一下子就被 KO 掉了。然这次败仗却让龙头地鼠和爱丽丝之间有了隔阂。后来夏卡提出让爱丽丝去神奇宝贝学校读书，但是呢，爱丽丝却完全不适应那里，因为想念家乡，还特地爬上了双龙市的无线电塔，就特地为了感受从龙之乡吹来的风。这件事情引起了君莎小姐注意，这也使得爱丽丝成为了学校里的问题儿童。而至于爱丽丝为什么喜欢龙系神奇宝贝，这也是因为小时候的爱丽丝去一个山洞躲雨，刚好碰到了一只受伤的赤面龙，爱丽丝克服恐惧帮他疗伤。后来爱丽丝遭到一只蜈蚣王的攻击，赤面龙把她救下，从此爱丽丝就喜欢上了龙系神奇宝贝。接下来就是莎蒂拉了，莎蒂拉小时候被她的妈妈强行送到了关渡地区参加一个夏令营活动，在一次训练的过程中，莎蒂拉不小心迷路，一个人的她非常害怕。这个时候小智出现，非常细心的照顾莎莉拉，最后还领着莎莉拉走出了营地，这使得莎莉拉非常感谢小智。另外莎莉拉小时候一直和自己的妈妈做独角犀牛的骑乘训练，莎莉拉是抗拒的，但是因为年幼只能听他妈的话，但也正是因此，莎莉拉非常受独角犀牛的喜欢。最后就是莉莉安了，莉莉安是个千金大小姐，家里富得流油的那种，她小时候遭到究极异兽的攻击，即使后来她哥哥格拉吉欧赶到，兄妹俩依然不是对手，还有最后银白战兽赶到救下了他们。这件事情直接就导致了莉莉安再也不敢触碰神奇宝贝。当然后来遇见小智友后，莉莉安就不再恐惧神奇宝贝了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分享就到这了，我是阿 P，咱们下期见吧。